在坦桑尼亚博主拍摄的这段短视频里，有2个信息极其重要。第一，豆豆感到害怕。豆豆说，坦桑尼亚附近到处都是枪声，我很害怕。这些话让不少观众心里一紧，因为豆豆的年纪还很小，他本该生活在安全、稳定、熟悉的环境里，而不是生活在一个自己口中枪声随处都是的地方。一个孩子说害怕，这绝不是一句玩笑，这背后意味着他对当地环境不熟悉，他缺乏安全感，他可能长期紧张，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引导与安抚。这也说明豆豆的心理状态正在发生变化，而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他对身份的认知。孩子在恐惧与混乱的环境中，往往会用自我认同来寻求稳定，但如果他身边没有人正确地告诉他你是谁，他的认知就容易出现偏差，这很重要。我们稍后继续分析。最冲击的一幕，豆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。当坦桑尼亚博主接着问你是哪里人，豆豆回答我是坦桑尼亚人，不是中国人。博主愣了几秒，然后纠正他说你是中国人，但豆豆依然坚持态度。这一幕让许多人感到震惊，因为我们知道豆豆的父亲杜比是中国人，他与杜比有着血缘与法律上的联系。豆豆在中国生活，他的成长环境在中国，他有中国的户籍与身份认定。那么为什么一个孩子会否认自己的真实国籍？这背后涉及3个层面。层面一，教育缺失导致的身份认知错位。孩子对于我是谁，我属于哪里的理解，来自成年人给予的教育。但在豆豆这件事上，问题非常明显，没有人告诉过他国籍的概念。孩子会以为我在哪里就是什么人。比如在中国生活，他以为自己是中国人；在坦桑尼亚生活，他以为自己是坦桑尼亚人。这是孩子认知发展的正常现象，但问题在于豆豆没有得到正确的身份教育。国籍不是我在哪里就是什么人，而是一种法律与血缘的认定。显然豆豆并不知道这些。层面2，在陌生环境中缺乏父母陪伴。孩子的身份认同极其依赖主要照顾者，而豆豆的成长轨迹是社会关注的核心。他小时候由杜宾照顾，后来由菲利斯塔带到坦桑尼亚，再后来在不同环境中辗转，父母没有同时陪伴，情感连接被切割，安全感逐渐下降。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，豆豆对自己是中国人这一概念会逐渐弱化，而身边的人大多是坦桑尼亚人，他自然会将自己归类成当地人。这是儿童心理学中非常典型的环境认同现象，但对豆豆来说，这是悲哀的。层面3，菲利斯塔的教育缺位。这件事最关键的部分出现在这里。为什么豆豆会认错国籍？为什么他对身份没有认知？为什么他在镜头前没有一点犹豫？这些都与母亲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。现实情况是，菲利斯塔并没有承担起告诉豆豆你是谁的责任，他更像是在让豆豆随环境漂流，而不是建立明确身份。一个孩子，尤其在跨国家庭里，必须知道父亲是谁，必须知道自己的国籍，必须知道自己的文化血缘。但豆豆显然不知道，这不是他的问题，这是教育缺失导致的结果。最讽刺的是，博主比豆豆更清楚豆豆是中国人。当豆豆说我不是中国人时，反而是拍摄者纠正了他。你是中国人，一个外人，一个坦桑尼亚博主，一个陌生人，都比豆豆更知道豆豆的国籍。这才是整个事件最荒诞、最心酸的部分。孩子在错误认知中长大会发生什么？长期身份认知错误会导致自我认同混乱，孩子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该认同哪方文化，情感链接断裂，他会与中国这边的家人渐行渐远。法律认知缺失，他会不知道自己真正拥有的权利与义务，性格不稳定。缺乏身份归属的孩子更容易产生焦虑与依赖感，豆豆未来的成长可能会受到深远影响。这不是豆豆的错，是大人的失职。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视频，不是为了指责一个孩子，而是为了提醒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，孩子永远是无辜的。豆豆做错了吗？没有，他只是混乱、害怕、缺乏教育、缺乏引导。真正有责任的是成年人，是那些应该告诉他你是谁的人，是那些应该保护他身心成长的人，是那些应该给他安全感的人。但遗憾的是，他们没有做到。最后说一句，豆豆说我不是中国人的那一刻，不是可笑，不是惊讶，而是深深的悲凉。
一个孩子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一个孩子在陌生国家感到害怕，一个孩子的成长路径充满迷惘，一个孩子对自己的根源一无所知。这不是他的错误，这是大人带给他的困惑。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豆豆能真正知道他来自哪里，他的父亲是谁，他有一半的血脉属于中国。也希望他的童年能被保护，而不是被当作流量的一部分。